闭上眼睛。来了。喂，霍子红小姐吗？我是。你查的落马湖案有消息了。侯姨，你终于给我打电话了，是不是你那件正事儿有着落了？刚定下，今天下午2点，你到了亮牌子，自然有人招呼。对方叫万烽火，是干了几10年的包打听。你到了那里啊，话别多，只管听着就行啊。放心吧，江湖规矩我比您懂。是，
咱们木代啊是学了8年的舞呢。那一会儿啊，我把定位发给你，一个人注意安全啊。好的，红颜。哎，挂了。咱们一会儿再去看个电影。好。刚吃完饭别催了。欢迎光临。客人来了，这边请。电磁能量今日1点再创新高，通信、电力等相关领域或将受到影响。怎么形容我们这个行业呢？就好比这个簪子，有2个人，一个人呢问我要老银做的凤凰簪子，还有个人说我要红宝石做眼的凤凰簪子，但是我没有簪子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个人拿着它来找我，您瞧，这买家有了，卖家有了，这不一下就对上了吗？而我呢，我就是出售这簪子信息的。有事儿赶紧说事儿，大老远来的，没空听你在这吹水。哎呦，李先生，您稍安勿躁，我这次的信息量是特别的大，一定保您物超所值，钱不白花。马先生，哎，这位是霍小姐。哦，她是我养母，我叫木代。哦，穆小姐，失敬失敬，请坐。介绍一下，李产李先生，马图文马先生。我这儿呢有一个小小的规矩，为了保护先人的隐私，在这个空间里头不可以照相、录像和录音，而且呢，一会儿这个屋子的信号将会被屏蔽，你们的手机呢，我会妥善保管。大哥，他要收手机，屏蔽。照他说的做。各位，这就屏蔽了啊。废话不多说，直接进入正题。介绍一下，岑春娇，这次的信息提供者。各位定金都已经付过了，等他讲完以后呢，你们再决定要不要付尾款。各位可以质疑他所说的真实性，如果有什么疑惑的话呢，我们按老规矩投票表决，少数服从多数。如果半数以上的人认为信息是值钱的、有用的，那么各位爽快的付钱。那就开始吧。这起桩鱼线杀人案的凶手叫刘树海，5年前就死了。几桩5年前就死了？是的，5年前。当时我在济泉西郊客运站的一个旅馆里当服务员，就是那种特别低端的小旅馆，被褥也常年不换的，住的客人3教9流的，干什么都有。那天我值夜班，喂，前台吗？203，要喝热水。嗯，好。
刘先生，刘先生，进屋之后那场景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刘先生，那个热水来了，我给您放这儿了。刘先生，我扶你。哎呀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刘先生，刘先生，刘先生，开门，来人了！建立，男，59岁，吕秀英，女，55岁，李亚青，女，23岁。他为什么会以那样的方式说话？他杀了什么人？怎么杀的？他杀那个人为什么？而且他说话的样子就像打报告一样，特别恐怖。他说了几件案子？2件，落马湖是第1件案子。第2件呢？老板，一件有一件的价钱，你也懂的。但是他就是杀人犯，而且用的就是鱼线。那后来呢？人、尸体都在，确实是死了，但是他的背上被人割走了一大块皮。报警吧！不是，这会经理已经报警。有人报警了吗？人皮是被割走的，你跑出去之后有人进来过啊？没有任何人进来啊！而且那个走廊是个死胡同，我就站在那里，我根本没有看到任何人进出。那你凭什么说那块皮是被人割走的？因为那个伤口的边缘特别光滑，那肯定是人为的，而且是利器割的。利器割的？啊！我的个乖乖！哎，姐妹，你自己听听你说的这些话，扯不扯呀？你要说这人死了，我们大伙儿还能相信一点。关键是一块死皮，谁要一块死皮干什么呢？就是给割了一块人皮，长辈少一张人皮，你去查他不就知道了吗？我们当时就报了警，而且走廊里看热闹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。精彩，编的有鼻子有眼的啊，看得出来下了不少功夫。万老板，做生意要诚实，打听不到真消息不丢人，编瞎话骗钱，吃相就难看了。不是老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没有编瞎话呀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没说这件事是假的。也许当时那小旅馆确实死了一个人，也许那死了的人被人割了人皮，但他跟22年前落马湖的案子没关系。刘树海也不是落马湖案的凶手。刘树海就是杀人犯。撒谎！我没有撒谎！你不买我的线索呀，王老板！我的线索是真的，你可以不买啊。王老板，我花钱是为了查落马湖的凶手。其他案子再诡异10倍，我也不感兴趣。
咱们都是买家，我要的是消息，只要真消息，假消息我1分钱也不会给。你们的意思呢？先生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罗哥，这个消息怎么说？父亲。哎，好嘞。整件事情就是这样。今天来的我和一个姓马的都是代理，那人傻呵呵的，看不出什么。但是有一个叫李坦的，他一口咬定消息是假的。红叶，你觉得呢？据我了解，我也觉得岑春娇说的不太对。假的？合着我在这坐了半天，听他编了个故事啊。不过红姨，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呀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李教授呢是我的恩师，他家的事儿啊，我一直放在心上呢。不仅是通过万分火。哦，那咱们这钱付还是不付？照付吧。万先生这么多年去打听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。好吧，红叶，人真好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想让他知道我还托了别人。哦，你刚说那位李先生好像很了解当年的事儿，你去多接触一下他，看看他都知道些什么。行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那先挂了啊，红叶。还有余县杀人，你这个恶魔，去死吧！他明明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去，怎么可能没死？李先生，不好意思，2比1。万文火，能搞到真消息，我命都能给你。这钱你收着亏心，我花着不值。李先生，请留步。今天的参会者，我在巴蜀别院都订了房间，晚些时候还有资料要发放，您可记得一定要来拿。万老板，那我也先撤了，晚点回来。好，穆小姐请便。哎，罗哥，我要回车那儿。啊？为什么？照我说的做，往你的左手边走，右拐进商场。哎，罗哥，我现在已经到商场了。怎么说？继续往下走。继续往下走。你被跟踪了。我被跟踪了？快跑！好。安呐！几楼？5楼。有病吧？啊！办得怎么样了？这么长时间？
关老板有规矩，我知道，但规矩都是人定的，没必要认死理。摄像头是我放的，以后不会再用。还有，你的生意我没什么兴趣，请你以后也不要过来找我。懂，我都懂。哎，先生，这瓶酒咱们标价200。200，好嘞。亚青，你放心。 他们都在糊弄你，我绝不会糊弄你，我一定会把他们揪出来，揪出来。把钱包还我！站住！哎，回来！ 把钱包还给我！怎么事儿，曹哥？练架子、扎手，就他，别大意，咱俩一起上。钱包还我！哎，都2回了，咱俩跟拴上了似的。今儿这档子事儿和您没关系吧？不该您管的事儿您偏管，你躲回去吧。啊！那什么，这东西先给你吧，你自己看着办啊。 真他妈不仗义！把钱包还我！在这儿呢，看看有没有少钱。钱不重要，主要这张照片，丢了就没了。 姑娘，谢谢你啊！哎，起来，道歉。哎，算了，他们是团伙，别跟他们纠缠，省得惹一身麻烦。哎，这位大哥一看就有经验啊，你得听劝。我那兄弟要真勾来人来，你也吃不了兜着走。是吗？是。哎，干嘛？挂留住算什么呀？ 姑娘，今天多亏了你啊！但是一个女孩在外面还是少和这些地痞流氓瞎接触，容易吃亏。嗨，谁怕谁呀？李叔，我想问问你为什么查落马湖这个案子？你呢？你这个年纪，案发的时候还没出生吧？你又为什么查呢？我呀，我是替我养母来的，她是李教授的学生。 恩师一家出了这么惨的事儿，他一直放不下。难怪。因为他。他是谁啊？他叫李亚青。 他怎么跟红姨这么像？他叫李亚青。
李教授的女儿李亚青。如果那天没出事儿，那一年我们就订婚了。唉，20多年了，为了这个案子，我丢了工作，弃了前程，追查了半辈子，还不是心里有坎儿过不去吗？李叔，你确定你那个朋友真的死了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是说这件事情查清楚了吗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是觉得，万一看错了呢？你当我瞎吗？不是。你觉得我连自己的爱人都认不出来？我当时还是警察，这种事儿我能搞错？凶案发生的时候，我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人。你知道我都看到了什么？现场惨不忍睹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我甚至能在脑子里复原出亚青是怎么倒下的，怎么被拖动的，又怎么被缠进那该死的鱼线里。李叔，我累了，你慢慢喝。对了，你养母既然是李教授的学生，也算是沾顾，你告诉他，别信岑春娇的话。哎，为什么呀？2年前凶手又犯案了，同样是鱼线，同样手段残忍。我跟他打过照面，只可惜我没看清他的脸，所以5年前死的刘树海肯定不是凶手。您回来了。哎，妹妹，你看我多乖，我都没敢挪窝。第几次了？我昨天你叫我妹妹了吗？这么年轻漂亮，叫别的不叫姥姥吗？看出来你是惯偷，报警完事儿。别，怎么能是惯偷呢？你这么想，我拢共就做了2票案，还全都折你手里了。我手这么潮，能是惯偷吗？我就是那个悬崖边上的孩子，你拉我一把我就回来，推我可真下去了。我师傅说了，人在江湖路自选，在一在二不在三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没有下次了啊！您放心，打死我也不敢了。谢谢。瞧你那德行！怎么着，准备跟踪报复啊？不能，我是看您身手怪利索的，心向往之，不知道有没有荣幸可以认识一下。没有。妹妹，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功夫，啊，哎，这是我的偶像李港龙，他的片儿我全都瞧过，但是现实生活当中，我遇见的会功夫的人，您还是头一个呢。这个，您这功夫还都使我身上了，是吧？这所谓不打不相识，在下曹延华。孔曹延华，军委陶江，名字这么来的？您瞧，您连我名字的典故都知道，真是文武双全啊！当然了，论拳脚和您比那是太微末，可我也会些个江湖手段啊，保不齐什么地方还就能帮着你。你就比如现在，我就能明确地告诉你，从茶座到这儿，是哪个色狼在盯你的梢。Follow me。
注意了，表现得自然点啊，朝我的斜后方看。水果摊儿，穿棕夹克那小子就是，错不了。刚才我被捆那儿的时候，有一无人机就嗡嗡嗡的飞，我还以为拍我呢，赶紧躲起来，没成想那飞机朝你去，那很明显了，先偷拍再跟踪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要是为了报复我，诓我骗我，妹妹，这话就伤人了。我前进北草野，就算要报复，也不能用这么不入流的手段。信我，那小子有鬼。今天的草莓挺新鲜啊。对，今天刚到的货。啊，要不给您来一盒？好。怎么支付？好，慢走。喂，喂，你干嘛跟踪我啊？我跟踪你？哦，你可能误会了。我朋友在这边住院，我过来看他，控制手气不太礼貌，所以就来买点水果。可能是碰巧，跟你走重路了吧？是吗？波姑娘，如果你只是想认识我的话，我叫罗任，这是我的号码，你可以随时打给我。就让他走了？看来这刘树海的生平挺有意思的。之前就是一普通人，说生于安河，为人一直本分，后来去了大通旅游，遭遇了交通事故，翻车进入了河中啊。昏迷了48个小时才抢救成功，为医学奇迹。出院后离家而去，半年后死在了济泉旅馆。哎呀，看来这大难不死，未必都有后福。这上面说，刘树海从来就没去过落马湖。他家人是这么说的。他后背果真少了一块皮啊！那姐妹没有胡扯呀。浪费时间。那万老板，我也先撤了。穆小姐。嗯。这是霍小姐在我这备的另外一个案子，麻烦你转交给她。张光华，这人是谁啊？红衣，你看了吧？万叔说这些遗物是村民在大通的野河滩发现的，那一带常有山洪爆发，他应该是没逃过，遇上意外了。对了。李叔说，凶手2年前又犯案了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布袋，你帮我再去找李坦，了解下2年前的案子。哦，那我先挂了。好的。
难道老天不开眼，竟还让你活着？张光华，这个人是谁啊？他要查的这个人，恐怕已经死了。死了？这个张光华也是落马湖人，他跟李亚青同住一幢楼，案发以后他就失踪了。也在落马湖。一个故人，想知道他的下落而已。钱不重要，主要这张照片丢了就没了。跟丢了？不赖我，那小子具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，而且你也瞧见了，他那大悍马多愣，光一小油，咱这淳朴的人民群众跟不上。哎，妹妹，你说那小子是不是瞧上你了，所以才做出这么疯狂的事儿？要我说呀，他长得也挺精神的，是不是？原来马图文背后的人是卢任。快跟上！不给撤吗？又让他跑了。跑了和尚跑不了庙。什么意思啊？开车那小子我认得，大花纹的，酒吧一条街小有名气的驻唱歌手。前几位曹爷，您客气。能不能找到他家在哪儿？一定能。行，再信你一回啊。走。定位显示已经到了，那这么多家哪家是他家呀？不行，咱转转。呀，这不那车吗？哎，问一下，这是3号楼吗？岑春娇，岑女士今天没来？她提前走了，说家里头有急事。哎，那小子，在这儿截胡呢。他来这儿做什么？走。拿着。但是我们旅馆在主街嘛，所以有一个监控，能拍到一些人进人出的。我当时留了个心眼，存了一个底，但是警察来了也没查到什么。监控备份什么时候给我？我现在就可以回家拿，你给我钱就行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你确定柳树海没提到过小山河？没有啊，他就提了落马湖、达伦特尔、小山河，怎么了？原来真的有武侠。
在窗外那么久，累坏了吧？手上有刚洗过的草莓，吃了缓缓，没可加。李叔，您去哪儿啊？无代姑娘，事儿结束了，晚上航班便宜，我准备走了。也是，我红姨也催我回去呢。本来以为这次能得到点线索，可又空跑一趟。20多年了，一直在空跑，每次都一样。不过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连那张照片都丢了。走了。李叔，您几点的航班啊？有事儿。我请您喝2杯。李叔，您能给我说说2年前这个案子的情况吗？那件事儿发生在小商河，不过追本溯源，还要从落马湖说起。每年到出事那一天，我都会到现场走一走。我干什么？就是想在屋里转一转，提醒自己别放弃。20多年了，成习惯了。那一天正是落马湖案整20年，是雅静的生日。当时我正在楼道里抽烟，突然看到一个奇怪的人进了雅清家。他进去干嘛？我不敢靠得太近，但我从门缝里隐约能看到，他在用手一处一处摸着墙上被钉子凿过的洞，像是在重温以前曾经的记忆，还很享受。你知道吗？有些心理变态的凶犯，就喜欢在纪念日重返犯罪现场，重温当时的感觉。总之，在那样的日子，他以这样的身份出现，我不信他跟这个案子没关系。那你没抓他？我早就不是警察了。再说，凭感觉当不了证据。我决定先盯着他，我就这样一路小心翼翼。一路盯到小商河。小商河？你确定柳树海没提到过小商河？没有啊。我追着他来到小商河，找了好多天，终于在一个铺子里发现了他。走进铺子才发现，一家人都死了，那个凶手还在用鱼线绑尸体。我当时满脑子都是，不能再让他跑了，至少先打晕了他再说。但他头部受到我的重击，却跟没事人一样，力气也出奇的大。我被他打得很惨。直到突如其来的大火让他慌了神儿，我才找准时机将他压制。没想到突然有人偷袭，等我醒来的时候，
已经在医院里了。谁送你去的医院？不知道。医生、护士都没有看清。我从医院出来以后，听说出事那一家是一间羊肉铺，半夜熬汤的时候，火苗不小心从火塘里窜出来，烧了半条巷子。等火扑灭的时候，那一家人烧的几乎都没有了。那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吗？你没报警吗？当时头受了伤，记忆混乱了好一阵儿。我养了小半年，才陆陆续续想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。我也想过报案，可一来，案子已经结案了；二来，我又提供不了有力的证据。我连凶犯长得什么样都没记清。如果你当时被打晕在了现场，应该会被警察带走或找你问话的。可是他们没有，就说明你当时已经被带离了现场，并且有可能被人送去了医院。可是一个连环杀人犯，凶手为什么偏偏放过你呢？是啊，如果他是凶手的话，我应该死在那场大火里。有没有可能那个年轻人跟凶手不是一伙的？我觉得不管是不是同伙，他都是关键。李叔，您被打晕前不是看清他的脸了吗？画下来啊，5、6分像也行。你以为我没做过吗？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那张脸。有的时候想劲儿大了，头像炸开一样。你试过催眠吗？那种歪门邪道的东西怎么能信呢？李叔，催眠是科学的，它能帮助你把潜意识回到现场，帮助你场景重现，很有用的。我之前做过催眠治疗，而且我感兴趣还去学了呢。来，姑娘，如果你学过，要不你拿我试试，我信你。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那点伎俩入门都寒碜。你可以找万叔，他会帮你找一个最合适的人选。哦，对了，李叔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李教授是不是只有一个女儿？雅青有个双胞胎姐妹，2岁就被拐了，一直没找到。喂，红姨。木代，什么时候能回来呀？好几天不见你了，红姨都想你了。红姨，你是不是又去拜佛了？耳朵倒是挺尖。红姨，我这趟不辱使命，我从李叔那儿得到不少有价值的信息呢。我跟你们说，李叔说凶手根本就没死，2年前犯案的时候还和李叔交过手。没死？真的没死？对啊，没死不是挺正常的吗？红姨，你怎么了？红姨，红姨。哎，妹妹，你这去哪儿啊？回利息。回利息？别，你多待几天，我请你吃饭。下次啊，我赶时间。下次你还回来？师傅，去机场。哎呀，红姨。哎呦，莫大呀！红姨，你睡好久了，你没事吧？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早就回来了。我没事儿，我呀，今天太阳太大了，晒得我头直晕，又被车蹭了一下，但没事儿啊，放心吧。没事就好。快去吧。行，那我去楼下看着点，有事叫我啊。
这都喝半瓶了。跟你喝酒喝一整瓶又怎么样？这酒好贵的，你不吃亏吗？怎么会？哎，老公，老公，这儿呢。喝一碗还没归够是吧？不是，他是让我看看。哎，麦坎伦，好啊，改一个字儿就骗到手了。你死渣男，你不要脸！哎，不，别，我对你是真的，我跟他真不是那，哎呀，老公，他跑了你不追呀？夏老板娘，你可别这么叫我，我担不起啊，我追，我追不了。开个玩笑，使使劲儿啊！那我帮你蒸了骨，我蒸的技术老好了。哎呦！夏老板娘，我是顶不住你这8年的功夫，我这手要断了！救我！现在救我！牡丹，在这想闹什么呢？红爷，赶紧松开啊！你别总是欺负13000。我没欺负他。这张叔在外面忙活了半天了，你赶紧让他去帮忙。去吧，快去追吧！你上来，有话跟你说。哦。切，追得他个屁追！杜甫，别宽容，不跟你计较。张叔也是，杜甫也不告诉我，真是的。你呀，别总跟13000过不去。看你，总叫人家13000，我连他的大名都忘了。我叫他13000，就是时刻提醒他，你帮他还了13000块的债，他得感恩戴德，他欠你。那也不是白欠的，13000块，他要在我酒吧打工1年呢，这样算下来挺合适的。打工1年，哎，您瞧着吧，这1年啊，得各种揩店里的油水做小账。他这种人才不会做赔本买卖呢。哎，红姨，您不是睡下了吗？怎么又起来了？李老师家的案子啊，是压在我心口的一块石头。快跟我讲讲你打听到的事情，要不然红姨真的睡不着了。那个李坦在小商河看到的凶手，多大年纪？有多高？个子不高，好像这么高。对呀，哪不对啊？啊，没事儿。那不吃了，红姨，我都吃饱了。美好的一天开始了。哟，毒副手，这个包裹就那么开心啊啊！拆会计的快乐你不懂，我知道擦桌子快乐。哎，这快递单号呢？这能是快递吗？谁送的啊？匿名的，不会是爱慕者送的吧？是我早上看放门口没注意到。趴在窗外那么久，累坏了吧？手上有刚洗过的草莓，吃了缓缓，别可惜。李叔，催眠挺管用的，画像画出来了。是吗？
这就是那个罗任跟落马湖案凶手是一伙的。他年纪也不大呀，这案子都过去20多年了，说不定是凶手他儿子呢。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啊？这个罗任真的很可疑。我在那个乌江的时候，他就跟踪我，后来又买通陈春娇截胡消息，那现在又跟到丽西来，总不能是来旅游的吧？我关心老师家的案子是人之常情，就为这个，他们跑来对付我，这不至于。红姨，别装了，我都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什么恩师？你是李教授的女儿吧？你怎么知道？这很难吗？我看了李坦钱包里的照片，那李亚青的照片跟你一模一样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我再一打听，李教授家本来就有一对双胞胎，其中一个2岁都被拐了，那被拐的是不是就是你？长大后回家寻亲，发现家里出了事情，所以一直追查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有什么好瞒的呀？真是太见外了。你这个小机灵鬼，什么都瞒不过你。不过呢，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挺严重的。你想啊，凶手犯过那么多案子，都是灭门的。我觉得他多少心里有点变态。他会不会发现你是漏网之鱼，觉得自己当年的事情没有做干净，想完善一下？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不过人都找来了，防是防不住的吧？怎么防不住？这事在人为，说不定我能揪出他，把他送去法办呢。以后每晚都要检查安保，可不能掉以轻心。哎呀，谁呀？大晚上还打电话？喂，你好。喂。今晚不会来了，早点睡，明天见。太嚣张了吧！明天见，你当我吃素的呀？明天见。没本事的人才虚张声势，哼，等着你来。大姐，我问一下，叫谁呢？黄大海。对不住，帅哥，问一下，木代住这儿吗？木代，你找他？你怎么来这儿了？看看呀，你这咋了？还挂彩了？你是不是偷东西让人给逮着了？被打了吧？你瞧，你真冤死我了！我这才叫一言难尽。就跟我一块玩那几个孙子啊，太不规矩了，非要在医院里头出活，还专挑老头老太太下手。老头老太太，你说他那钱是什么钱？那钱是拿来救命的，偷人家那这丧良心啊！我赶紧给拦了，这帮人不干，还要揍我。我不信，你良心这么好？真事儿啊！我能惯上他们吗？直接就跟他们滚起来了，身大力不亏啊！就是滚的动静太大，把警察给招来。木代，这位就是你外地来的朋友。他叫曹延华，这我红姨。姨，你好。您好。那位是张叔。姨夫。啊？您好。不是，他是帮忙的。这13000。这见过。对。你的住处定了吗？他还没定呢吧？你是不是没定呢？没呢。这样吧，别费那个钱了。我记得13000房间是高地铺是吧？你那上铺是不是空着呢？老板娘，我来安排。咱们啊，聚散随缘酒吧，相逢即是缘。好话。
刚我没听清楚，您是叫曹？我曹延华啊，我曹兄，兄弟他骂人，我三兄。哎，对。哎，曹兄，要是咱在那门口的地板上用黄金镶出一个豆子，你觉得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日进斗金。哎呦，就是啊，吉祥话。你们俩真的是，曹延华，你给我回来！牡丹，曹先生远来是客，你得客气一点。看你那凶巴巴的样子。啊，靠窗那桌刚进来的，赶紧给人家点单去。嗯。你教着点我。哎，我试试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您喝点什么？有什么推荐吗？如果您喜欢喝鸡尾酒的话，152轰炸机还不错，曼哈顿也不错，口感就……你刚刚推荐那几款酒，口感怎么样？我们换个地方说话。不好意思，我是来喝酒的，不是来跟你说话的。别想动我红姨。老板娘。红姨，他是罗刃。霍童是吧？你还记得我吗？我叫罗刃。咱们曾经是邻居。邻居？你忘了吗？我家住在落马湖陈前巷11号。我记得有一年下大雨。你家漏水，我爸还帮你修过雨棚呢。我想起来了，都长这么大了，差点没认出你来。怎么样，你爸还好吗？我爸？对，你爸。挺好的。那就好，我请你喝一杯吧。好啊。红姨，担心什么？没事的，我们就在那边。走。真是邻居。你怎么一个人来的？难道我应该成群结伙的来？你不是还有一个同伴吗？同伴？小商河，半夜羊汤，你还为了你的同伴打晕了李坦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他怎么没有来？你好像很期待他过来啊。他还没死吗？活得挺好。他还真能活。你知道落马湖案的真凶是谁，对吧？你也不是真正的霍子厚。红姨，你没事吧？你没有伤着？啊，
我没事儿。这么喜欢还要多久？我愿为之拼到最后。即使命运扼住咽喉，按我性命就跟你走。不在意答案能否看透，共赴命运的事无谓携手。哪怕披荆斩棘，也一定要去拯救。那未知的冒险与迷梦，终将会有收复时候，让我们执着。就算不烈火一起战斗，在梦魇之后，害怕什么？又怕什么？有什么意义也没有。这么不惊吓，莫代，我可以放你走，但我有几句话，请你仔细听。第一，我知道刚才的情形很像是我攻击了霍子红，但你亲眼看到了吗？第二，我调查过霍子红。他家境不好，父母是菜贩子，小学2年级就辍学，帮父母出摊卖菜。回去观察你红姨，像吗？第三，我现在放你走，但你不许回头。如果回头的话，别怪我改主意。红姨，你没事吧？我看看，我没事儿啊，我真的没事儿，放心吧。妹妹，小老板娘，你没事吧？啊，那人怎么样啊？啊，没受伤，没抓住，打不过，让他跑了。来，休息。
落马湖是个霍总这号人，他家住在陈前巷12号，父母是菜贩子，小学2年级就辍学，帮父母出摊卖菜，回去观察你红衣，想吗？能把你打成什么样啊？他那么厉害吗？毕竟是练家子，这年头难得遇到一个练武的人，他师傅一定是个高手。哎呦，这都打上了，你这个案子以后就更难查了。我倒是觉得会越来越顺畅，大家看品行，看修行。这个穆代是个值得结交的人。哎呦喂，这评价够高的啊！高吗？从你嘴里说出来算高。你不是常说吗？你身边都是些两面三刀、下手无情的人，值得结交。我还是头一回听到从你嘴里说出来啊。对了，娉婷怎么样？好，还是老样子。唉，得亏呀，他是个文疯子，他要是武疯子，我可看不住他。你看这样行吧？咱们再给他找一个更好的医生。你查的是旧案子，你就算是找到了真凶，也帮不了娉婷啊。郑伯，叔叔的案子太过离奇，娉婷也疯得太突然了，所以我始终觉得案子本身才是关键。